我觉得女性有一个普遍的抑郁，我们的社会生活对男性的要求是单向的，就你要更成功、更聪明，但是在女性身上，这种要求它是双向的，是冲突的。你不可以是没文化的，但是你也不可以太有文化，你会不讨男人喜欢。我叫张春，是一名作家和一个心理咨询师。有很多时候，女性的处境和男性的处境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在家里面，如果我穿的很少，我妈妈就会说你这样穿会不会太随便了？她是在帮助这个世界来看管我。如果我真的是在一个伴侣面前这么穿，她反而不会说，因为我穿成这个样子，默认就是穿给男人看的。在我更年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在剥夺我，但是今天我可以成为一个观察者，把对我的关心扩展到对这个世界的关心。今天我们要录制的主题是我没有上大学。今天的主题是你也有前夫。今天我们要录一个遇到骗子的话题。我的选题呢，很多跟我的生活的经历和我的工作经验有关。在我的咨询室里面感觉到的那些人们最难启齿的那种苦恼、焦虑和不安，我想到了一个主题，发到这些社群里面，他们写稿给我，我会一篇一篇的看，去挑选那些这个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，我觉得这个声音是需要被发表的。有很多时候男性的那个烦恼就不是很独特，比如说有一个男性说，作为男性我开车也很不安，那我觉得你的不安跟女性的不安比起来就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有选这样的稿子。我们做母亲那一期的时候，也有人提议说能不能再做一期就是身为妈妈的幸福。我说这个声音就很多，不差我们这一个节目。身为妈妈我很不快乐，我不喜欢当妈妈，就这样的声音是非常渺小的。我在咨询的工作里面经常听到，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我？我想用我的力量去放大那些沉默的声音。在我更年轻的时候，我会很想要听到这些东西的。在20多岁的时候，我未婚无业被公司开除的时候，我也很痛苦。我有很多的这个恋情里面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我只是希望你开心一点，听起来快乐也成了一个规训，一种要求了。你得活得快乐，你才算没有白活。我决定把这种要求从我身上拿掉，我就这么不快乐的活。目前最幸福的程度也就是60分，但是这已经是我能达到的最幸福的程度了。而且我也已经发展了一些新的办法嘛，比如说我会去画画，去干一些体力活，种菜呀，然后看垃圾剧啊，这些事情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调整自己。反正今天的我肯定比年轻的时候幸福了，但是你说今天20岁的女孩比20年前20岁的女孩是不是更幸福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可以帮我写那句保住狗命的无所畏惧吗？好，谢谢你来。谢谢。如果有人他说我痛苦的快死了，那我就相信他痛苦的快死了。我不会觉得任何对自己的这种形容是言过其实的。所有的情绪它有它本身的价值，人总是会倾向于去观察那些危机信号，因为愉快的信号你错过了没关系，但是危险的东西你万一错过了就会发生危险。我们不用把焦虑当成那个敌人，因为焦虑本身就是在保护我们。今天的我跟过去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我相信时间是善意的。我的朋友说很难受，我都不安慰，我说难受，忍一忍。我只有一个建议，就是活下去。你很难受也可以活老一点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会变了。